一个家族真正的拐点从来不是祖坟冒青烟，也不是除了当官发财的后人，而是娶进来了一个能镇住场子的女人。你去看多少人家钱没少赚，人丁也不少，可日子就是过不兴旺，兄弟姐妹各怀心思，钱财总是左手进右手漏，眼看要成的事总能横生枝节。老话讲，这叫家运散了，气机乱了，任谁都拽不回来。但是自从这个女人进门以后，她可能没有显赫的出身，也不懂什么深奥的佛法，八字也未必有多特殊。可奇怪的是，那个原本脾气暴躁的丈夫后来逐渐收敛了，家里原本存不住钱的底洞后来慢慢能兜住了。子女在人生关键的转折点上总能遇到贵人伸手拉一把。更不可思议的是，过去这个家族里几代人都在犯的某种灾祸，到了他这里竟然奇迹般的没有继续往下传。这时候外面那些不懂因果的人就会指指点点说，哎呀，这个女人有个旺夫命，她是个旺夫的女人。我跟你们讲，这叫世俗的短见，她不是依附于谁的附属品，更不是专门供丈夫发达的一件工具。婚姻这个东西从来不只是两个男女碰见看对眼了那么简单，在佛法因果里看，婚姻是两个家族的因果，在某一个特定时间点的猛烈交汇。有些家族过去世积累的怨气太重，走到气运衰弱，家里的共业将要大爆发的关口时，因缘流转，就会出现一个特殊的人。这个人就是他不是来替全家受苦受罪的，更不是来任由一大家子人无底线消耗的。他身上带着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他真正的作用是让这个原本不断往下坠落的家运在碰到底部的时候第一次出现了转向。他是一个家族因果长河里真正扭转乾坤的承运之人。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福气从他而起，他却不是最先享福的人？他身上到底藏着什么力量，能止住一个家族多年的坏循环？真正的答案我们不能到天上乱找，咱们得低头看看，要从这个家最先安静下来的地方说起。一个家要转运，到底是从哪里先开始变的呢？我告诉你，不是从家里突然多了一大笔钱开始的，而是从这个家里的声音发生变化开始的。诸位仔细观察一下，凡是那些正在往下走，气运在不断消耗的家庭，家里的声音一定是不对的，要么是成天大呼小叫，要么是没完没了的抱怨，稍微有一点小事马上就开始互相指责。佛法讲口业，你想想看，一个家如果天天充斥着这种咒骂和怨恨的声音，家里的气早就被冲散了。气一散，人的心神就乱，心神一乱，你看问题的判断力就跟着错，财自然也就聚不住，外头的恶缘反而更容易被招惹进来。所以这个承运的女人进门之后，她身上带出来的第一道印记，我把它叫做镇宅印。很多人一听镇宅，马上想到风水先生说的八卦镜、石狮子，那都是外物，镇不住真因果的。真正的镇宅之力不在那些死物上，而是在一个人的心念上。他最特殊的地方是不让自己的心跟着这个家里的恶气一起转，他绝不去当家庭矛盾的传声筒，不给家里的恶缘提供落脚的地方。我认识一个叫老徐的女人，是个二婚。咱们都知道半路夫妻组成的重组家庭里面的关系是最复杂最难处的。老徐大半辈子吃了不少苦，他到了这个年纪，心里最大的渴望就是能在这段婚姻里求个安稳的晚年，踏踏实实把日子过下去。
可他心里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老伴那个在外头惹是生非的继子，他最怕继子在中间挑拨离间，毁了老伴对他的信任，让这个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家再散掉。怕什么就来什么，这个继子在外面做生意赔了，欠了一屁股债，跑回来找他亲爹要钱填窟窿。老徐的老伴是个脾气像炮仗一样的暴躁老头，知道儿子在外头胡搞，死活不肯掏这个钱。这下子继子就把一肚子怨气全撒在了老徐身上，他不敢直接打他爹，就在外头跟所有的亲戚朋友散播流言，说老徐是个黑心的后妈，说是老徐天天在枕头边上吹妖风，捏着老头子的钱不救亲儿子的命。这话传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有一天，一个喜欢搬弄是非的亲戚把继子骂老徐的那些恶毒聊天截图直接发到了老伴的手机上。老伴一看，气得浑身发抖，血压当时就上去了。老头子在屋里破口大骂，跳着脚要去找个棍子去把那个逆子打死。诸位，如果换作是一般的女人，遇到这种委屈会怎么做？要么是委屈的嚎啕大哭，跟老伴诉苦，说自己多可怜，要么就是跟着老伴一起拱火，骂那个继子不是东西。只要他随便接哪一句话，这个家立刻就会变成战场，父子俩绝对要闹不和，他自己也会彻底卷进这场恶缘里拔不出来。可是老徐是怎么做的呢？他走过去把老伴手里的手机拿过来，当着老伴的面直接把那些骂他的聊天记录全删了，然后他按住老伴多说的手机，定下了一条死规矩。他说从今天起，在这个家里绝不允许提外头那些烂嚼舌根的话，只要不出人命，外头的流言就不准上咱们家的饭桌。老伴当时都愣住了，满腔的怒火硬是被他这种深不见底的平静给压了下来。但这事没完，恶缘要是没有彻底碰壁，他是不会甘心消散的。到了快过年的时候，继子借着酒劲气势汹汹地上门了。他一进门往沙发上一瘫，眼角斜着老徐，嘴里就开始阴阳怪气的刺人，句句都在往老徐的心窝子上捅，摆明了就是要当着他爹的面把老徐激怒。只要老徐一回嘴，他就能借题发挥，把这个年搅个天翻地覆。老头子坐在旁边，拳头都捏紧了，马上就要爆发。这时候整间屋子的空气都绷得像一根快断的弦。就在这个时候，老徐从厨房里走出来，他不仅没有翻脸，没有告状，甚至脸上连一丝委屈和生气的表情都没有。他就像完全没听见那些恶毒的话一样，手里端着一碗刚炖好的排骨汤，稳稳地走到继子面前，把碗放下。他看着继子微微笑了一下，声音非常柔和但极其坚定地说，汤汤先喝一口，喝完再说正事。就这一句话，一个动作，那个继子本来准备了满肚子吵架的词，准备了一身杀破的力气，瞬间就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彻底哑火了。他看着那碗冒着热气的汤，张了张嘴，愣是一句难听的话都骂不出来了。老伴在旁边看着这一幕，看着老徐那种不计较的隐忍和大气，心里的防备和担忧一下子全放下了。过了没几天，老伴主动把家里所有的隐忍和大气、存折和经济大权全都交到了老徐手里。从那以后，老徐家里那种随时要爆炸的火药味彻底消失了。你们听完这件事，千万不要觉得老徐是胆小，或者是在忍气吞声。佛法里把他这种境界叫做不随喜愤怒。什么意思呢？别人发脾气，别人用恶毒的话攻击你，
那是他在造他的口业，那是他的恶缘。如果你因为他的话生气了，你骂回去了，或者你跑去跟别人诉苦传话，你这就叫水洗了他的恶业。你一接招，他的恶气就在你身上找到了通道，然后放大10倍100倍的在家里蔓延。老徐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明白一个道理，恶气就像是一团火，它是需要柴火才能烧起来的。你的一句反驳，一句抱怨，就是扔进去的柴火，他守住自己的口业，不当这个传声筒，不管多难听的话到了他这里，就像泥牛入海，再也没有回声。他这是硬生生的把家里的恶缘给饿死了啊！这种女人，她才是家里真正的定海神针，她的心不被外面的恶气牵着走，家里的气场自然就稳如泰山。可是诸位要把事情往深了想，嘴上的恶气停了，这只是表面文章。如果这个家族的骨子里还藏着过去几代人传下来的最致命的恶习，光靠不吵架能把家里的底洞堵住吗？你看有些家庭，他最可怕的根本不是穷，也不是遇到1次2次的不幸，而是同一种不幸在这个家族里像传家宝一样换着人代代往下传。比方说上一代的老头子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摔盘子砸碗，到了下一代儿子成家了，一遇到点难事同样是对着老婆孩子发脾气。再比如上一代的人喜欢投机取巧，靠骗人占点小便宜，下一代的人哪怕读了书，骨子里依然觉得老老实实干活是吃亏，总想着捞偏门。在佛法里这就叫共业。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家人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互相纠缠在一起的恶因果。这种恶习像一张大网，把家里所有人都罩在里面，谁也逃不掉，最后大家一起承受家道中落的恶果。很多传统观念都在灌输一个特别害人的迷思，他们看到一个女人嫁进这种有着深重共业的家庭，看到她吃苦受累，就会抹着眼泪夸她，这真是个苦命的好女人啊，她为了这个家把所有的罪都一个人受了。我跟你们讲，大错特错。一个家族在英国走到谷底的时候，把这个承运的女人推到这个位置上，绝对不是为了让她无底线的去替家人兜底，不是让她去给那些烂毛病当垫背的。如果丈夫赌博，她就去拼命打工帮他悄悄还债；如果家里人作恶，她就去帮着遮掩隐瞒，为了所谓的家丑不可外扬，把苦水全咽下去。那不叫伟大，那是在纵容因果，那是在帮着旧的恶业继续生长，他最后只会耗干自己的命。而这个家的坏循环一点都不会改变，他身上带着的第2道印记，我叫他结业印，结就是半路拦截的截，他不是来替业受罪的，他是来终止这种因果循环的。他要做的是从自己这里开始，坚决不种同一种恶因。我给你们讲一个佛典里记载的故事。在古印度那个时候，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善人，佛经里叫他给孤独长者。这个长者家里极其富有，又喜欢做善事，按理说是个大福报的家庭。可是有一阵子，这个长者家里却是鸡犬不宁，家里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冰冷刺骨的压迫感里。为什么呢？因为长者的小儿子娶了一个名叫玉耶女的媳妇，这个玉耶女出身极其高贵，娘家的势力比长者家还要大得多。她带着丰厚的嫁妆和一大批随从嫁进门，从踏进门槛的那一天起，她就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的女王。她心里的欲望很明确，她
她要让婆家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对她低头臣服。她最怕的是什么？最怕失去她在家里那种霸道说一不二的地位，怕别人觉得她好欺负，所以她把娘家的权势当成了武器，每天在家里耀武扬威。她怎么做呢？她对公公婆婆连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眼高于顶，说话夹枪带棒，对丈夫更是颐指气使，稍有不顺心就用极度刻薄的话去羞辱丈夫没本事，对底下的下人那更是像对待牲口一样，非打即骂。就因为她这一股冲天的傲慢之气，整个家被搅得乌烟瘴气，公公婆婆每天唉声叹气，丈夫在她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这种仗势欺人彼此轻视的恶劣气场在家里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共业，每个人心里都憋着怨恨和恐惧，这个原本极善的大家族眼看就要在内部瓦解了。长者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家里再这么闹下去，气数就全断了。于是他把佛陀请到了家里，希望能教化这个无法无天的儿媳妇。佛陀来到长者家里，长者全家老小都恭恭敬敬地出来迎接，唯独玉耶女不出来。她干什么去了呢？她故意躲在正厅的一扇大屏风后面，她心里那股傲慢的火还在烧。她想，我是名门望族的大小姐，凭什么让我去拜一个出家人？我就站在这里不出去，看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她就是想用这种极端的无理来展示她的高高在上。诸位，如果遇到这种软硬不吃、极度傲慢的人，一般人可能就直接开骂或者拂袖而去了。但佛陀没有动一丝怒气，佛陀就在厅堂里坐下，根本没有去屏风后面揪他，而是平心静气地开始讲法。佛陀讲什么呢？他没有讲那些高深莫测的道理，他就讲了世间的几种妻子。佛陀说，这世上的女人嫁进家门有几种不同的样子，有一种像盗贼，专门败坏家里的财富；有一种像恶霸，每天用言语和脾气像刀子一样去刺伤家人，让家里没有一天安宁。但还有一种女人叫乳母之妻。什么叫乳母之妻？就是她像大地母亲一样心量宽广，能包容家人的缺点。她不仗势欺人，她用慈悲和柔和默默护持着这个家族的命脉，给家人提供一个安稳的避风港。这些话字字句句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屏风后面玉耶女的耳朵里。在那一瞬间，玉耶女躲在暗处，听着佛陀那种没有任何指责却充满庞大慈悲和平静的声音，她突然在心里看到了自己，她看到了自己这几个月来在家里那副张牙舞爪、面目可憎的样子，她看到了自己引以为傲的所谓权势，在真正的智慧和慈悲面前就像一个可笑的小丑。她突然明白自己的傲慢和刻薄根本不是什么护身符，而是一剂正在毒死全家，也毒死他自己的毒药。他引以为傲的娘家背景正在制造一场毁灭全家的共业，他心里那块坚硬无比的冰碎了。玉叶女做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动作，她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当着全家人的面一件一件地摘下了头上身上那些象征着她娘家财富和地位的华丽金玉首饰。她把这些东西扔在一边，然后扑通一声跪在了佛陀和公公婆婆面前，痛哭流涕，深深的忏悔。她发誓从此以后放低身段，绝不再用傲慢去刺伤这个家里的任何一个人。从那一天起，玉耶女彻底变了个人，她收敛了所有的脾气，变得柔和谦逊。她不再是那个往家里散播恐惧的恶霸，
长者家反复纠缠的混乱和内耗从此戛然而止，一家人重新找回了和睦与清静。诸位，你们看懂这个故事了吗？傲慢仗势欺人，语言暴力，这都是毁家败业最可怕的共业。玉叶女在没醒悟之前，她就是这个恶业的放大器，但是当她看清了因果，当她主动低下那颗高傲的头颅，当众摘下首饰，那一刻她就按下了这个家族恶业的停止键，这才是真正的结业。回到咱们现实生活里，如果你的家族里有某种见不得光或者极其伤人的烂毛病，你该怎么修这道结业印？就是4个字：绝不妥协。你丈夫如果是个烂赌鬼，别人劝你为了孩子忍一忍，帮他凑点钱还上，你绝对不能替他还1分钱。你要清醒地告诉他，这债是你自己造的因果，你自己去背，我绝不拿家里的饭钱去填你的无底洞。如果你的长辈习惯了用刻薄恶毒的语言咒骂底下的人，你不要跟着骂，也不要默默承受直到憋出病来。你要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明确地阻断这种话传给你的下一代。你不是来这个家里受尽折磨，最后化作一个黄土的苦命人，你是来告诉这个家过去的烂账，到我这里必须结清旧的恶业，从我这里不准再往下传。只有当他不替家人盲目填坑，硬生生地把那些底洞堵住了，把这些恶习彻底截断了，这个家才真正有了存住福气的基础。但是旧的恶业停了，并不代表家运马上就能往上走。接下来要看什么？就是要看这个家每天进门的钱究竟干不干净。如果赚来的钱不对劲，前面做的一切都会白费。诸位在生活里肯定见过这样一种现象，有些家庭原本普普通通，突然这2年发了一笔大财，或者得了一大笔横财，周围人都羡慕得不得了，觉得他们家转运了。可是没过几年，你再去看，这家人要么是出了大事故，要么就是惹上了甩不掉的官司，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连最初的那点家底都败得精光。这是为什么？世俗的人只会感叹一句，这家人没福气，压不住财。但在佛法里，这根本不是什么压不压得住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家进门的这笔钱上头带着极重的怨气。你们要晓得，钱这个东西，它不光是一堆纸，也不仅仅是银行卡里的几个数字，每一张钞票，每一笔财富都带着它来路上的因果，带着极强的磁场。如果一笔钱是通过欺骗老实人或者占了极其黑心的便宜得来的，那这笔钱上就附着被亏欠之人的眼泪和怨恨。这种钱在佛法里叫代债之财，你把它欢欢喜喜地拿进家门，你以为是拿回了金元宝，其实你是把别人的冤亲债主给请到了自己家客厅里，这股怨气在你们家里发酵，迟早有一天会变成一场摧毁全家的灾祸。所以这个承运的女人，她身上带着的第3道印记，我把它叫做丈夫印。什么叫丈夫？不是说把钱全都锁在保险柜里不给人看，而是他对那种沾着别人眼泪的血色便宜有一种天然的警觉和决绝。他心里清楚，不干净的钱进了门，福气就一定得从窗户逃出去。他挡住的不是钱，他挡住的是金钱背后那些没说出口的诅咒。有一个叫李平的媳妇，2口子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赚得不多，一家3口加上一堆杂物，长年累月挤在一个破旧狭窄的出租屋里，转个身都能碰到手肘，更别提给孩子弄个单独的书房了。李平做梦都渴望
能改善一下家里的居住环境。她最怕的就是孩子在这样嘈杂憋屈的环境里，连个安静写作业的桌子都没有，最后耽误了前程。就在这个时候，李萍的公公意外去世了。公公留下了一套位置极好、宽敞明亮的大房子。李萍的丈夫高兴坏了，觉得这真是老天爷开眼，苦日子熬到头了，拉着李萍就要去建材市场看涂料，准备简单翻新一下就赶紧搬进去。可是李萍在整理公公遗物的时候，翻出了一些旧账本和字据，她这才惊恐地发现，这套大房子根本不是公公堂堂正正买来的。当年公公利用手里的一点小职权，连蒙带骗，硬生生从一对孤儿寡母手里，用低的可怜的价格把这房子给抢夺了过来。李萍拿着那些字据去问丈夫，丈夫眼神躲闪，不耐烦地说，那都是上一辈子的陈芝麻烂谷子了，老头子现在人都没了，人死账清，房产证上现在合法写着咱们的名字，你操这份闲心干什么？有大房子不住，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李萍没说话，但她瞒着丈夫偷偷去打听了那对母女的下落。她顺着地址找过去，心像被针扎一样疼。那对母女因为当年失去了唯一的住房，这么多年过得极其凄惨，如今挤在一栋老楼的地下室里。地下室阴暗潮湿，那个母亲头发全白了，一身的病，被驮得像张公手。那个跟自己孩子差不多大的女孩正趴在一个破纸箱子上写作业。从地下室出来，李萍去了公公留下的那套大房子。她一个人站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虽然外面出着大太阳，可她浑身上下直打冷战，觉得这屋子里有一股说不出的阴冷和刺骨，那是怨气呀，诸位，是别人绝望的怨气，渗进了这房子的每一块砖里。当天晚上，丈夫还在饭桌上兴致勃勃地描绘新家要买什么沙发，可李萍没有坐下吃饭。她走到桌边，从包里拿出那本房产证，啪的一声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她盯着丈夫的眼睛，指着房产证说，我今天去看那对母女了，他们住在见不到天日的地下室里，连张吃饭的桌子都没有。你听好，这房子里全是别人的眼泪和绝望，我们一家人要是高高兴兴地搬进去住，不仅不会安宁，而且必遭天谴。丈夫急了，站起来吼道，那你想怎么样？把房子白白送回去，咱们继续在这个破出租屋里憋死。李萍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说，房子咱们不退，但必须按照现在的市价，东拼西凑也要凑出补偿款，把差价一分不少的打给人家，把老头子欠下的良心债给平了。要是你做不到，我宁可带着孩子租一辈子房，也绝对不会踏进那个屋子半步。你要是舍命贪这个便宜，这日子咱们今天就不过了。丈夫被李萍这种破釜沉舟的正气给彻底镇住了，两人大吵了一场，甚至冷战了半个月。但李萍寸步不让，丈夫看着她坚决的态度，最终心虚妥协了。他们不但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还厚着脸皮去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大笔钱，终于凑够了差价，把补偿款交到了那对母女手里。结果怎么样呢？李萍一家因为背上了这笔新债，根本没钱去装修那套大房子，最后只能把大房子租出去还债。一家三口依然窝在那个破旧的出租屋里，在外人看来，李萍简直是天下第一大傻瓜，守着金饭碗讨饭。可是只有李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接下来的1年里，丈夫的脾气奇迹般的变好了，
不再像以前那样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躁发火，干活也越来越踏实。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最担心的孩子虽然依旧没有安静的大书房，只能在饭桌上写作业，但孩子的心出奇的定，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最后考上了一所极好的重点学校。这几年下来，他们一家人挤在破屋子里，没生过一场大病，没出过一次意外，日子过得踏实平平安安。这就是丈夫印的力量。钱不仅是购买力，它是有因果的。李萍没读过什么佛经，但她本能的懂得，沾满别人怨恨的财产，一旦进了门，就会变成烧毁家宅的灾祸。她用近乎决绝的态度，把这笔不义之财里的黑心债给还清了。她退掉的不是钱，而是一场隐形的讨债局。他洗净的是这个家未来几十年的财运。真正的福气不是你能弄来多少钱，而是你赚进来的每一分钱都能让你晚上睡得着觉，都能干干净净地留在这个家里。好了，讲到这里，这3道印记已经清清楚楚了。他截断了恶气，切断了旧的恶业，又洗净了家里的财运。现在的这个家底洞堵住了，福气也能存住了。但是咱们老祖宗常说一句话，叫富不过3代。你要想让这个家的福气不光是你们老两口这一辈子享用，还能稳稳当当传给儿子，传给孙子，绵延3代不绝。光有前面3道印记，其实还差最后一口气。在这个最后关头，他必须要给下一代留下一样极其特殊，用肉眼看不见的东西。这第4道印记，我把它叫做护脉印。大家要晓得，这个脉不是医生给你号脉的那个脉，也不仅仅是你们家传宗接代的血缘，它是整个家族看不见的精神命脉。现在很多做长辈的一辈子省吃俭用，觉得自己对家里最大的功劳就是给儿子在城里买了2套房，给孙子存了一大笔教育基金。他们觉得只要留下了足够多的钱，这就叫把家脉护住了，子孙后代就不会受苦了。我跟你们讲，在因果里头，这种想法恰恰是最靠不住的，也是最危险的。你留下的金山银山，要是遇到一个败家子，或者子孙心里没有底线，沾上个吃喝嫖赌，3、5年的功夫就能把你一辈子的血汗挥霍得干干净净。不光钱没了，还会因为手里有钱招来一身的灾祸。真正的护脉在佛法里叫什么？叫种福田，是留下清净的家风和规矩，你要给子孙留下的，是一道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面临多大诱惑，都绝对不能去触碰的精神底线。我给你们讲一件咱们历史上的故事，你们听完就会明白，一个真正有智慧、有大慈悲的母亲是怎么在几十年前就跨越了时空，把处在悬崖边缘的儿子给一把拉回来的。宋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宰相叫寇准。寇准小的时候家里穷的那是揭不开锅，他父亲早早就过世了，全靠他母亲赵氏一个人没日没夜的干活把他拉扯大。这位寡母赵氏是个极度清醒的女人，她心里最大的渴望当然是儿子能靠读书出人头地，将来能过上体面的日子，别再像他一样受穷。可是随着寇准书读得越来越好，赵氏心里却生出了一个极大的恐惧。他怕什么呢？他不怕儿子吃苦，他最怕的是儿子将来真的考上了功名，去到了繁华的京城做了大官。他知道官场是个大染缸，那里头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有数不清的阿谀奉承。他太了解人性的弱点了，
他怕儿子一旦见识了那种奢靡，就会忘了自己当年在破窑洞里受过的苦，跟着别人一起骄奢淫逸。在佛法里，这叫享福，就是消福。福报一旦被这种傲慢和奢靡飞速消耗，最后必定会身败名裂，把老寇家刚刚聚起来的一点气运给彻底败光。可是赵氏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他病得很重，他知道自己绝对活不到儿子飞黄腾达穿上紫袍金带的那一天。如果他什么都不做，等将来儿子真的进了那个大染缸，迷失在酒色财气里的时候，谁能在旁边敲打他？谁能替他去拉这个儿子一把呢？于是在他临终前，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干了一件让人震撼至今的事。他没有给儿子留下1文钱，也没有拉着儿子的手说那些你要做个好官啊之类的空洞遗言。他让人拿来纸笔，自己靠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亲手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什么呢？那是一幅寒窗纺纱图。画里头外面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呼啸着刮过破旧的纸窗，屋里只有一盏如豆般昏黄微弱的小油灯，一个瘦弱的女人就坐在破旧的织布机前。因为天气太冷，连水缸里的水都结了厚厚的冰，可那女人依然强忍着刺骨的严寒，把手放在冰冷的纱线上，一根一根地纺着，就为了天亮后能换几文钱给旁边的儿子买书本。那画里的女人就是他自己，那个在旁边苦读的影子就是寇准。画完之后，赵氏把这幅画折好，却没有交给当时还年少的寇准，而是郑重其事地交给了寇准的一位长辈族人。他千叮咛万嘱咐，立下了一条死规矩。他喘着气说，这幅画现在千万不要给寇准看，他考上秀才举人的时候也不要给他看。将来有一天，如果他真的当了朝廷的高官，你看着他的生活开始摆阔气了，开始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开始夜夜大摆宴席的时候，请你务必把这幅画拿出来，当着他的面展开给他看。交代完这句话，赵氏就闭眼过世了。几十年的岁月一晃而过，后来的事情果然全在赵氏的预料之中。寇准天资聪颖，一路高中，官越做越大，最后真的做到了大宋朝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个人手里权力大了，见识的富贵多了，是很难不迷失的。有一阵子寇准真的开始生活奢靡了，史书上说他当时家里天天大摆筵席，不管有没有喜事，都要点起无数的红烛，把夜晚照得像白天一样，满堂的宾客施主管弦，无数人在他面前阿谀奉承。寇准端着玉杯，听着那些奉承话，整个人已经飘飘然了。他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了堕落和败家的悬崖边上。就在这一天，又是一场极其奢靡的夜宴，大家正喝得兴高采烈的时候，那位已经白发苍苍的族人捧着一个旧木盒，穿过那些衣着华丽的达官贵人，默默地来到了寇准的面前。宾客们都安静下来，不知道这个乡下来的老头要干什么。族人打开木盒，拿出了那幅已经泛黄的画卷，当着满堂宾客的面，在寇准的眼前缓缓地展开了。寇准定睛一看，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中了一样，死死地僵在了原地。在这温暖如春、香气扑鼻的宰相府厅堂里，寇准却仿佛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几十年前的刺骨寒风。他看着画上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那双为了给他挣学费而冻得满是裂口的手，他想起了母亲临终前的模样，
耳边仿佛响起了母亲当年在寒风中的咳嗽声，那话里的每一根纱线都在无声地抽打着他此刻膨胀傲慢的灵魂。寇准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啪的一声，手里的玉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猛地跪在那幅画面前，当着所有下属和宾客的面痛哭流涕，泣不成声。他终于明白，母亲虽然不在了，但母亲把一双清醒的眼睛留在几十年前的这幅画里，就是为了在他即将坠入深渊的这一刻狠狠地拽住他。寇准站起身，擦干眼泪，立刻下令撤掉宴席，把所有的歌舞全撤了。今天以后，寇家再不许有此等奢靡之举。从那一天起，寇准彻底改掉了铺张浪费的毛病，生活变得极为简朴，做官更是刚正不阿，连皇帝都敬重他的风骨。他不仅保全了自己的名节，更是护住了整个家族绵延百年的清白与平安。诸位，你想想看，赵氏给儿子留下了什么？他连一套哪怕是遮风挡雨的宅子都没给儿子留下，但是他留下了一道极其强大的精神刹车片，这就叫护脉印啊！真正的积福不是你去庙里烧多少高香，求菩萨保佑你孙子以后发大财当大官，而是在你们家里，你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立下了一个规矩。咱们家的人再穷不能赚昧心钱，再难不能踩着别人的痛处翻身，有了权势，有了钱财，绝不能忘本，绝不能奢靡作恶。你把这个规矩立住了，就是给子孙后代种下了一片永远也花不完的福田。当你的儿子孙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遇到巨大诱惑或者危难的时候，他们心里想起了你当年的规矩，守住了这条底线，他们就是在重新接通你当年种下的福报，冥冥之中。这就是祖先在护佑子孙，这就是家脉不绝。讲到这里，这4道印记的作用你们应该都听得明明白白了。第一道镇宅印，把住口业绝不接茬，让家里的恶缘断绝。第二道结业印，绝不替家人的恶习兜底，终止家里的烂毛病往下传。第三道藏福印，洗净财运，把带怨气的脏钱死死挡在门外。最后这第4道护脉印，立下规矩底线，给子孙留下无形的护身符。这4道印记依次发生作用，才让一个家从败落的边缘重新走向了兴旺。可是咱们很多老朋友听到这儿，心里肯定会冒出一个大疑问，这4道印记听起来确实是威力无穷，这个能扭转家运的女人简直就像菩萨一样了不起。但在咱们现实生活里，太多的女人在家里起早贪黑的付出，忍气吞声，最后不仅没有改变家运，反而把自己累出一身病，满腹牢骚，变成了一个毫无边界耗尽心血的苦命女人。真正的父母和那些只会瞎填坑，最后把自己熬干的苦母，中间到底差在哪里？我用佛法里的话给你们点破，差就差在2个字：智慧，也就是你为人处事的边界。父母是有底线的，他稳住的是这个家的根基，他不纵容任何人逃避因果，而苦母是没有底线的，他总想把所有人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拿自己的命去填别人造下的无底洞，最后不仅耗干了自己，还剥夺了家人清醒的机会。那么咱们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去实打实地修出这4道印记，才不会把自己白白耗干呢？我不跟你们讲那些虚无缥缈
摸不着边际的大道理。咱们就讲每天过日子能用得上的，一共分4步走。第一步就是修正宅印，具体怎么做？你要把住口业，绝不当恶缘的传声筒。很多女人在家里受气，为什么最后会憋出大病？因为她不懂得怎么隔绝气场。你要改掉一个习惯，从今天起，每天在外面，不管遇到了多窝火的事，听到了多难听的话，当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在门外停上3秒钟，深深地吐一口气，把外头的怨气和烦躁卸在门外，然后再推门进去，绝不把外面的恶气作为回家的第一句话。如果家里人吵架，比如婆婆和媳妇闹别扭，或者兄弟之间互不相让，互相说了极其伤人的话，都跑来找你诉苦，甚至逼着你站队。你记住，话到你这里，就像石头掉进了大海，死死地闷住。你先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但绝不急着选边站，更不能替婆婆把骂人的话传给媳妇，替媳妇把抱怨的话传给婆婆。有人会说，那人家骂我，给我脸色看，我不回嘴，这不是让我受窝囊气吗？错了，佛法里讲的把住口业，不是让你委曲求全，而是让你不给恶气当通道。怨气就像一堆火，它是需要别人回嘴传话来当柴烧的，你不传话，不接茬，恶气从你这里得不到回应，它自己就断了，饿死了。这才是最高明的正宅。第2步，修结业印，这一步最难，但也最要紧，那就是彻底斩断共业，停止盲目的替业式牺牲。很多女人有一个极其错误的观念，甚至去庙里拜菩萨的时候，都会在蒲团上发一种特别危险的错愿。他们常说，菩萨，只要我们家老小能平平安安，所有的苦，所有的罪，都让我一个人受吧。诸位啊，赶紧停止这种发愿，这就是典型的苦母心态。你以为这是慈悲吗？在因果面前，这叫愚痴。个人的生死个人，除了个人的因果个人背，你连替人吃饭都做不到，你怎么可能替人背业？如果你丈夫在外面沾染了赌博，如果家里人犯了那种欺骗暴力的底线过错，你绝对不能去替他兜底，不能把家里的生活费、孩子的教育钱拿去给他还赌债，更不能为了所谓的家丑不可外扬，去用自己的健康和尊严帮他隐瞒。他的恶习是他自己造的因，你替他扛下后果，不仅救不了他，反而是在帮着旧的恶业继续生长。所以修结业印的底线就是绝不替家人的烂毛病买单。你要把那个盲目牺牲的错愿改掉，改成清醒的愿力。你可以这么在心里说，愿我有智慧陪伴家人面对因果，但我绝不帮助任何人逃避责任，愿旧业各自偿还，心恶不再相传。这不是退缩，这是用智慧斩断共业的锁链。第3步，修藏福印，我们要洗净家里的财运，绝不让一分怨气进家门。怎么洗净财运呢？非常实在的2件事。第一，生活中那种沾着别人眼泪，或者明显是欺负老实人得来的蝇头小利，哪怕白送给你，你也坚决不能碰。你要随时清理家里那种来路不明的利益，不要因为金额小就忽略了里面藏着的亏欠。第二，不管你们家现在是穷还是富，每个月固定拿出一小点干干净净的钱去做一件不留名的小善事。在佛法里，这叫修阴德，叫暗善。你不用非得去捐几万几十万，哪怕只是10块钱20块钱，你拿去帮一帮真正困难的老人，或者随手做点善事，
做完就走，谁也别告诉，甚至连家里人都别说。你记住，钱的数量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清净。这10几块钱带着你的慈悲和干净的念头，就能像清水一样把你家里大大小小的财运给洗刷一遍，把钱里头的因果怨气洗干净了，脏东西挡在了门外，家里的钱才能平平安安地留住。最后一步，也就是第4步，修护脉印，通过供水发愿，给子孙留下一片福田。不要觉得立家规就是每天板着脸教训孩子，选择一个安静的日子。你可以在家里找一个干净清净的角落，哪怕没有佛堂也没关系，用一个干净的杯子倒一杯清水供在那里。当你觉得家里气场浮躁，或者你自己心里乱糟糟的时候，你就走到这杯水面前，安静地坐一会儿，或者站一会儿，看着那杯清澈的水，在心里默默地发下一个极其简单的家愿：愿我家从今往后少一句恶语，多做一桩善事，就业认真面对，心恶绝不再往下传。诸位，这里有一个必须守住的边界，到这杯水发这个愿真面对，绝不是让你拿着水去跟神佛做交易，说我供了水，你就得保佑我孙子发大财，当大官。根本不是，这杯水照的是你自己的心。这个仪式是为了把你平时分散焦虑的念头聚拢起来，让你的愿心有一个长期落地的位置。你用这杯清水的定力，把不造恶不续业的规矩深深地刻在你们家的精神命脉里。你们仔细想想看，把住口业不传恶言，绝不替家人的恶习兜底，用小小的暗善洗净财运，最后用一杯清水定住家风。这4步没有哪一步是让你去拼命砸钱的，也没有哪一步是让你毫无底线去折磨自己的。当一个女人不再用自己的生命去填补全家的烂窟窿，而是清醒地为家族种下新的善因时，这4道父母印就真正在你身上隐形发光，拥有了托起3代人命运的庞大力量。好了，今天这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听完可能转头又忘了，我再最后啰嗦一遍，这3个佛法道理和修行要点，大家一定要在心里守住。第一，家里的怨气就是消耗福报最大的漏斗，不管家里谁发脾气，多难听的话到了你这里马上停住，绝不去当那个传声筒，这就保住了家里的气场。第二，替别人隐瞒恶行，盲目拿钱去填坑，不是慈悲，是在助长家里的烂毛病，守住你的底线，绝不替家人被那些底线过错的因果让他自己去承担，这就截断了家里的共业。第三，带着别人眼泪和亏欠的便宜，只要进了门，迟早会变成灾祸，千万别贪那点小便宜，哪怕每个月拿10块钱去做点不留名的善事，也能把家里的财运洗得干干净净。你们仔细想想看，一个女人修好了这几道印记，她是在依附谁吗？她绝对不是传统观念里那种低三下四专门供人使唤的旺夫工具，她也不是必须牺牲自己才能成全大家的苦命人。她真正的身份是一个家族因果长河里真正让命运转弯的地方。那些过去积攒下来的怨恨、烂账和恶习，像泥石流一样冲到他面前，他硬是凭着自己的清醒和智慧，让这些旧恶到此为止，绝不把他们交给下一代。他哪怕一生都没有站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却在背后悄悄拖住了3代人的命。如果老头子我今天讲的这些话让你心里觉得透亮了，
对你有启发，请你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你今天的每一次转发，不仅是把这份清醒送给你的亲朋好友，更是为你自己和家人积攒下了一份福报。最后啊，咱们老朋友之间说句透底的话，这世上文字是有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极其巨大能量的。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老朋友都能在评论区里留下一句善言。你可以写愿我家从今积善，截断旧业也可以写愿我守住善念，也守住自己的底线。这不是随随便便敲几个字，你是在当下为自己种下了一个极其干净的善念。当千千万万个老朋友的善念在这小小的屏幕底下聚拢在一起的时候，那股正向的能量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在这里写下的一句祈福，那份慈悲温暖的磁场最终全都会回向到你和你的家人身上，护着你们全家老小平平安安。